来到这个南宁呢，会感受到非常现代化的一面哦。除了现代化，在南宁广西这个地方，其实它保有非常强烈的民俗风情，在这一个省份，所以广西在这几年来，它的旅游推展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旺盛哦。除了我们众所皆知道的桂林位于在这个地方之外呢，它这附近呢，其实还拥有非常多自然，还有少数民族的风情。花山壁画岷江的花山壁画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世界遗产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开始游江开始游江这个花山壁画来看看呢，岷江上面的花山壁画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哦。那花山壁画呢，其实呢，上面画的并不是那种非常像欧洲那种形式的画作不是它最主要是呢，在于悬崖峭壁上如何在悬崖上面峭壁上面的作画，如何上去，而也代表了古早人以前呢，把他们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呢，画了出来。有500多个手绘制动物或物件的形状。一会儿各位就找山脚下红色的图形不要往上面看了，上面那个已经被石灰岩给覆盖掉，只能看见山脚下红色的那个图形。那每个人物绘画的形状呢，采用的都是青蛙的外形来绘制人物的形状。因为我们壮族以前是崇拜青蛙的，我们壮族是崇拜青蛙的民族，考古学家们称之为蛙神头吧。那在壮族自治区，在广西这边占地将近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壮族人数呢就拥有了1900万人之多。它不但是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当中最大的一族，同时也是汉人之外人口最多的种族。在这一片喀斯特地形林立的丘陵地呢，几乎随时都可以感受得到壮族独特的风情。当中极力争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就是蛙山壁画了，也是壮乡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呢，跟越南呢有着1000多公里的边界，因为拥有了多处往来中越两国之间的边关，不但两岸贸易频繁，更带动了促进了两国多条边关边境旅游。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山水风光宁静的河流。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属于左江支流岷江上中国特有的诗情画意，中国特有的
花山壁画先提到花山壁画之前呢，我们经过了翻龙山的溶洞跟蝙蝠山的壁画只不过呢，他们只是欣赏花山壁画的前菜罢了，因为两岸的山群当中呢，隐藏了加在加水的中，使得这会有100多个物象的这个花山壁画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得到巨型的壁画由无数的挥刀、持盾这种半物奇兽等人构成的，总构成呢，在一个宽125米、高4米的幅度，画中人像的大小更是从30厘米到5米不等。这一些仿如金字塔旁的山壁呢，临水的一面呢，有如被一把锋利的刀呢劈成型了。这个峭壁上呢，拥有斑斑鲜红的痕迹呢，凑近一看呢，才发现了这是巨型的壁画那在这个地方呢，壁画产生的年代呢，已不可考了只能从含动物的血跟含动物的脂肪以及呢赤铁矿制成的颜料呢，推测出呢，大约2400年前的壮族之手。他所描绘的主题呢，更是个谜团。壮族民间流传了许多相关的传说这也就是最不一样的地方了。花山山寨是一处呢，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这个形式啦这附近还有一个花山山寨还有这个花山壁画我们呢在船上呢，你也在唱歌，也在看风景，也可以看得到呢，这个世界非常特殊的壮族民族，他在悬崖峭壁上所做的一幅花山壁画的特色。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当中呢，竖立着不计其数的形式各异的奇绝的这种孤峰峭壁大大小小、远远近近呢，咱今晚来到是离广西新城县附近呢，不是桂林这个地方叫做民视田园。这个景区不大，但是这个景区呢，非常的受欢迎这游览的当中的这条河，民视河，发源于越南，那集中在民视到巴浪一带这个风景区河段长约8公里，目前已开发的大约在2.2公里咱在这个地白欣赏的山环水绕的沿途风光
明斯河碧绿的河水波平如镜这里呢今天刚刚好阳光普照风景非常的好。当然呢，明士跟桂林呢是不一样的桂林山水呢是属于比较气势磅礴的，明士田园呢是属于比较小家碧玉型的比较属于田园形式的风格但也因为它特有的这一种南国田园的气息而且风景说实话还真棒很休闲所以它吸引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来到这个地方的取景，更是很多中国新人结婚来拍这个婚纱照你也来到这个所在。那在这个迪拜你就当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河岸两旁这样子慢慢的滑慢慢的走慢慢的看这也就是明士田园了，引以为傲，欣赏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搭乘的这个迪拜来感受一下明士田园。明士田园，像这样子的山水，像这样子的风景其实我个人呢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在整个中国旅游来讲呢，它不算讲一个很大的景点，但是呢，在我来讲，当世界各国尤其是像中国这个所在佚佗的时候，你不一定讲你达到算的景点拢是大型的景点，绝对不是你不一定需要每一次都遇到大型的景点你可以了解到的是呢，在这些地方旅游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看似一个平静小小的村庄，它带来的震撼性，它带来的感受却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说明士田园呢，基本上带有这样子的风格，这样子的风光呢，呈现在它自己的这个城市特色里面。我们现在呢，一路开始呢驾着车行驶在这些风光明媚的
山间小路啊。我们这一次来广西来南宁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很常会来的。我说过，如果你两国之旅呢，其实北越可以加上广西的这一条行程呢，在我们以前呢也推展过非常多趟因为毕竟广西这个地方这个所在环境建设了真多人真多人真喜欢来所以呢，来更西南宁这个所在呢，来看这个风景是非常爽快尤其是咱这道来的时呢，是秋天、冬天接近这个时阵气候真好因为这个所在无像中国大陆其他的所在呢，这寒。但是你看这沿路这山丘有水不？真水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整个沿路上呢，在山间，在这个村间呢，在这种地方走起来呢，非常的棒你看看我们这一路上拍的车景呢，有多美那这也是它最值得来这个广西的山间小路呢，在逛。得天瀑布呢，这一个地方你觉得呢？真的这山顶上面还有2个界限，清朝中国的边界，越南的边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到得天跨国大瀑布来游船得天瀑布呢，绝对在中国上称得上一笔。中国广西崇左市在中国与越南的边境得天瀑布呢，有2个在中越两国之间的百约瀑布呢，在越南一侧，得天瀑布呢，是一侧，所以叫做跨国大瀑布。得天瀑布的宽有120米，是一个3级的瀑布，呈现的高度呢有60多米源自于广西的归春河。终年有水得天瀑布与越南的百约瀑布相连在一起雨季的时候，2个瀑布呢，因为雨季来源很大你看到的时候呢，瀑布是整个连为一体的全宽就会变成208米咯。在这里呢，得天瀑布呢排在巴西、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瀑布吗？也有，然后差多的还有一个维多利亚瀑布，也差很多，在这个辛巴威呢跟尚比亚之间。那尼加拉瓜瀑布不是但是呢，它是世界第4大、亚洲第1大的跨国瀑布虽然排不上前面几名大神的瀑布，虽然它的水流量也没有来的那么大，但第一，它是中国的跨国瀑布，年均水流量呢也是贵州黄果树的3倍，所以这个所在呢，终年还是非常多的人喜欢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重点也在于非常的特别，是在以前越南战争的时期呢，在得天瀑布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人敢来玩当时呢，埋了非常多的地雷，就在这个得天瀑布的附近这就是当时战争所留下来的为了防范2国之间的问题啦，对家攻里边对家怕鬼啦所以在中越边境在这个地方呢埋了非常多的地雷，但也因为这样，这里曾经被荒废了一阵子，才得以保有这么美丽的风景。中越边境的瀑布中线这个左边在越南境内的是百约瀑布，每一年的7月到11月是游览得天瀑布的最佳时期。那这个时候呢，进入了降雨季节，故水量大，水质也很清澈。
有没有？你上来到这上面的时候呢，中越的53号界碑，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啊，一边是中国在清朝时候就设立了啊，另外一个是越南啊。那这上面呢，自然而然也就是有商家在上面的贸易啊，卖着一些比较属于两国之间具有代表性特色的地方啊。所以得天步步结束了，咱对顶管开来看了，就发觉到这个物件哦。来哦，咱今晚呢到个这枪哦，沿路看这个喀斯特的地形地貌，真拢压着的所在，压着的景点。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凤翔市的友谊关，这友谊关呢，其实也是非常具趣味的啊。中国友谊非常多哈，很多的地方呢，在边境城市上面很会用这个名字啦，都把它称为叫做友谊啊，两国之间友谊的桥梁。友谊关呢是中国9大名关之一呢，在凤翔市，它友谊关的拱城门呢跟越南的公路相接，这个所在嘛是通往越南上重要的陆路通道甲口岸。早在汉朝的时阵，这个所在就已经设置了关口，距现在现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呢，我们把它称作叫做什么？最初叫做雍基关啊，后面改名叫做什么？叫做界首啊，界首关。那明朝呢，又在这边设镇南关。1965年，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改为友谊关。目前呢，仍在使用哦。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关口名称非常的多，但是有赖于中国文字的非常深奥的。这个造字风格啊，所以你看呢，把两国之间化成一种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把它叫做友谊关。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会造字的、会取名字的人呢。从凤翔前往友谊关呢，可以先参观了这个左石林与龟龙斜塔2个景点呢，然后呢，可以到这个广西自治区凤翔区境内啊。所以我说呢，广西这个地方其实具有非常多的。景点，那我们进来到这里面来呢，也可以看得到像这样的树根深入地底，有没有哦？那这样子的台炮关口哦，那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其实呢，在汉朝就已经有了哦。据说当年盖友谊关的时候呢，为了表示中国为大国，越南属于小国，所以呢，当时还暗中动了手脚，中国这边的成本呢大于越南那边的。但是这是后人的讲法啦，应该是不可考啦，所以呢，我当下呢，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没有那个意思啊。
但是没有那个意思的时候呢，却常常呢被后人呢这样加油添醋啊，把它呢弄成这个样子啊。那友谊关在这附近呢，拥有了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种感觉哈，是我们呢隶属边境城市了哈。所以呢，为了表示爱国呢，家家户户呢这附近呢会挂着各个国家的国旗啊，你挂领导的国旗啊，我挂弯道的国旗啊。自古以来，在中国跟越南呢，一直呈现的哈，其实我们以越南来说好了哈，在这种边境，越南呢其实一直是属于中国的藩属国，直到了后来，越南的独立到现在，甚至呢为了南海的战争，要吗？所以社会上跟世界每天都在变哦。以前友好的国家，甚至以前有可能也是我的藩属国，到现在会变成怎么样呢？那这也是一种很难讲的事情了非常难讲啊。所以尤其是在清光绪11年的时候，法国军人有600多个人呢，当时法国管理的越南嘛，还自南越山进犯镇南关当时也叫镇南关，不叫友谊关等等呢，法军呢当时还是呢被这个当时的清朝军队呢打得下来所以既然他会设一个关口，这里也就代表了什么？充满了很多的历史事件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才会说经过了多次的更名在1949年12月1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友谊关标示中国共产党完全接收了广西的时候呢，之后就把这整个名字呢改成叫做友谊关。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凤翔市，这里是处在边境贸易区建在1992年，占地大概2平方公里近上千家的客商呢，在这个口岸进行了贸易你小看这个口岸年成交额超过了10亿元的人民币的，是中国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的物流最大的大通道所以我说，有时候其实我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认为边境城市很特别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很特别，就是变成它是国与国之间的通道，而且是国与国之间的很多以物易物的边境所以它通常会充满了一些妙不可言的文化甚至充满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边境的一些特色就是这样子。